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欢迎来到我们的原创频道。今天团长要给大家讲一个绝对炸裂的故事。在南美亚马逊雨林中生活着一群与世隔绝的人，他们世世代代都守护着一个秘密：埃及和阿兹特克金字塔可能是女娲造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占地700万平方公里，横跨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等8个国家。它是地球上最原始、最危险的地方，没有之一。现在人类对亚马逊雨林的了解非常少，里面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多少种动物，里面住的是什么人类都不知道。亚马逊雨林被称为外来人类的禁区，普通人进去就得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沿着亚马逊河流进入丛林，只要离开河边往里面走10米，就会立刻迷路。因为周边所有的树木都长得完全一样，而且非常浓密，连天都看不到，根本找不到像大山一样的参照物。指南针根本没有用。Really? You cannot find your way in the Do jungle. you use a compass? Don't use a compass. Why not? Because actually, apparently, some of the iron content in some of the saps in the trees pulls the needle. It doesn't work really well. 有人说带卫星定位 GPS 可以防止迷路。团长提醒你一下 ，GPS 可能也会没有电，而且到了晚上会有亚马逊丛林的猎豹照顾你。即使猎豹不来找你，那些带着致命病毒的蚊子和水里吃人的食人鱼也时刻欢迎你的到来。而这些都只是开胃菜，亚马逊雨林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与世隔绝的人类。在亚马逊雨林中住着至少100多个原始部落，重点是这些部落被称为 unconnected tribes， 从未被现代人类接触过的部落。他们现在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全身裸体，使用弓箭打猎。每个部落之间还会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所以亚马逊雨林中行走会有一种遭遇刘慈欣《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的感觉。像幽灵一样的猎人在丛林中潜行，随时都会射出沾满毒液的弓箭。大家看一下这个片段。巴西记者躲在灌木丛后面拍摄亚马逊阿瓦部落的战士，这个战士突然发现周围好似有危险，于是就赶紧躲入了丛林。双方在没有摸清底细的情况下，退守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有大批外来人进入丛林，弄出很大声响的话，那基本上就完了。美国环境保护者和探索频道主持人保罗·罗斯利就讲述了他亲身的经历。He sent 2 people, husband and wife, ahead to go start cooking breakfast on the beach so they could put the little kitchenette thing down and put the propane. He sent them ahead as he's going nice and slow with the barge coming down the river. They go ahead, reach the beach, they get out. He starts cutting some cane to start making a fire. Tribe comes out. No warning. They just start screaming. They start shooting arrows. The man instantly gets an arrow through the leg and it pins his leg so he can't run. He tells his wife, go, save yourself. And she does. She jumps in the water. There's arrows falling around her too. And as she's floating down the river, she looks back and the last thing she sees is these guys getting to her husband and beginning to rip him apart. As Victor comes down the river, this is a guy we work with every day. He comes down the river and sees his friend disemboweled, opened up, dissected. His parts are all over the beach. The beach is red. And they only found out what happened because they found her later on holding onto a stick in the river. And they were like, what happened? And she was like, they just attacked. They don't want people on their land. 被分尸了，太恐怖了。所以踏上亚马逊原住民土地的外来人，随时都可能被射杀。通常雨林部落在进攻的时候都会发出呜呜呜的这种猴子的叫声，还有这种鸟声，外来人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包围，最后就是嗖嗖嗖的毒箭，杀了人也没有办法，法外之地，警察也管不了。那问题来了，这些亚马逊雨林部落为什么要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雨林中？而且他们为什么对外来人类有那么多敌意？难道他们在守护亚马逊雨林中的上古秘密？说到南美洲的未解之谜，那简直是太多了。亚马逊雨林北面就是和埃及吉萨大金字塔齐名的阿兹特克太阳金字塔，雨林的西面有印加帝国的太阳之门和上古高精度雕刻的普马喷谷，还有马丘比丘和塞克塞华曼巨石墙。
再往西就是外星人的纳斯卡线条，还有整个山头都被铲平的外星机场跑道。我们再往西，沿着上古山脉就可以达到最神秘的复活节岛，上面有巨大的默哀石像。默哀石像的秘密团长已经破解了，和这集有非常大的关系，新来的朋友一定要再看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么多远古秘密包围下的亚马逊雨林，难道这里真的只是有原始丛林吗？而且这里的亚马逊周围的所有的神秘遗址，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远古的某一天，它们突然被遗弃了，突然就变成了空无一人的废墟。像这里的马丘比丘、普马蓬谷、纳斯卡线条等等，都是在20世纪才发现的。之前它们都是藏在土里和丛林里的，就连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原住民都不知道这些是谁建造的，怎么建造的，整个历史出现了断层。今天就让大家见识下团长的实力，大家准备好脑细胞。1540年12月，西班牙征服者 Gonzalo Pizarro 招募了340名西班牙人和4000名原住民，从厄瓜多尔的纳普河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城 El Dorado。他们顺着河流开始进入亚马逊丛林深处，在队伍中有一位神父，叫做 De Carvajal， 他是这次远征队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把他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亚马逊发现录》，其中记载他们顺着亚马逊河流进入丛林之后，发现了巨大的城市，估计有200多万人。整个城市有防御工事、宏大的神庙，还有发达的商业街。但他们准备进入城市的时候，突然被雨林部落袭击，一支箭突然一下飞过来，歘了一下就把神父的眼睛给射瞎了。因为亚马逊部落的箭都有毒，神父突然就和《三国演义》一样，大叫一声，把眼珠里的箭一下子给拔了出来。整个探险队一路下来就战死了3200人。神父的书后来被考古学家发现以后，普遍认为神父是在胡说八道。考古学家的理由是，亚马逊雨林中的土壤都是酸性贫瘠土壤，无法种植规模化的农业，不可能供给200万人以上的大型城市。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考古学家都是井底之蛙。1950年，荷兰土壤学家 Wim Sunbroek 进入亚马逊雨林，他发现这里到处遍布着一种神秘的土壤，它起名为 Terra Preta， 意思是黑土。这里的黑土非常奇怪，它里面富含植物生长的一切养料，而且这种土壤还有大量的木炭、微生物还有有机物，内部还形成了保护层，所以雨林中的大雨也无法将土壤里的营养物质冲刷出来。所以只要把黑土掺入到亚马逊其他的任何普通土壤里，土壤就立刻会变得肥沃起来。而且 Terra Preta 土壤里有一个奇怪的特性，就是你把顶部的土壤挖走以后，它还可以生出新的黑色土壤，全自动的。所以亚马逊 Terra Preta 又被称作超级土壤。但是诡异的是， Wim Sunbroek 总结到， Terra Preta 土壤不是自然产生的，它是一种人造土壤，因为里面掺杂着陶片、木炭等等人类生活的遗迹，最早有8000多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这种超级土壤，亚马逊雨林中可以出现200万人以上的大型城市。等等，8000年前，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可以使用高科技手段创造亚马逊黑土。制作这种超级土壤的是人类，还是有神从天上下来把农业交给了人类？在亚马逊雨林中生活着一个神秘部落，叫做邹矮部落。他们每个人一年四季都赤身裸体，在雨季，他们把雨林中的木薯磨成粉当做粮食；在旱季，他们就打猎吃猴子。现代人类学家对他们的语言和习俗都知道的非常少，如果现代人和他们接触太多，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病菌，尤其是肺炎。所以关于这个部落，就只有少数影片和照片流传下来。大家看，他们的嘴巴下面怎么会插上一个木棒？这个木棒叫做 Potulu， 为什么要带这个木棒不知道，但是大家仔细观察，这个木棒看起来像什么？埃及法老的胡子。他们怎么这么像？再告诉一个大家震惊的事实，古埃及法老其实并不长这样的胡子。这种长长的胡子叫做王权胡须，只有法老才能戴，但是这种胡子是假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
法老是神选出来的仆人，神对于进入神殿的法老和祭司要求绝对的洁净，因此法老和大祭司会把脸上的头发和胡子，还有全身的毛发，每隔2到3天就剃一次。法老只有在上朝的时候才会用金丝把胡子穿起来戴在下巴底下。法老的皇后一样，他们其实都是光头的，他们戴的头发其实都是假发。大家看，公元前1250年，法老拉米西斯2世的雕像，他的脸上非常干净，没有胡子，整个线条雕刻的都非常完美。大家可能对时间线和埃及的科技水平没有什么概念，我提示一下，公元前1250年，中国还处于商朝。法老显示王权有3个套件，一个就是蛇的头饰，还有黄金权杖，最后就是王权胡须。古埃及认为这些都是神的标志。等等，为什么法老和亚马逊zoe部落都戴这种假胡子？难道他们见到的神也有一个长长的胡须？是的，这个在祖鲁大法师 Credo Mutwa 曾经讲过。非洲祖鲁大师穆图瓦为了获得远古的秘密，加入了类似非洲光明会的秘密组织，代价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比如吃死人肉之类的，非常可怕。作为投名状，在他加入之后，保留远古知识的大法师就告诉他了一个远古的秘密。在地球上古的某一天，地球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好似水盆一样的圆盘，像金子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个圆盘非常大，体积也超过了任何一座高山。它呜的一下从天空中掠过，发出巨大的噪音还有火焰。当圆盘降落地球之后，从中就走出了巨大的生物，穆特瓦称他们为 Cheetah Wooly。 当 Cheetah Wooly 来到人类面前，他们告诉人类，我们是你们祖先的主人，在很久以前我们也曾经来到过这里，这里也曾经孕育了我们的先祖。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伟大的母体，我们将传授你们人类所不知道的知识，而你们要崇拜我们，因为我们是你们的神。然后Cheetah Wooly就创造了很多奇怪的洞穴，散发出不同的光芒。神就让上古人类进入这些洞穴，等到人类从这些洞穴中出来的时候，人类就从原始人类变成和现代智人一样的人类，一男一女的，有性别，还能说话交流。于是神就说，现在你们完美了。在阿兹特克和印加神话中，也都提到了一个匕首般的飞船从天而降，来到墨西哥的 Teotihuacan 太阳金字塔。他们把人类从一个名叫 Chico-Mostoc 的地方带出来，教导人类，让人类获得知识。Chico-Mostoc 在阿兹特克语中的意思是7个洞穴。这个和祖鲁大师穆特瓦说的一样的，人类的历史都是从洞穴开始。之后，神在这里建造了金字塔，让金字塔成为他们在地球上可以重生的工具。而这个神叫做 Quetzalcoatl， 意思是长着羽毛的蛇，羽蛇神，暗示他会飞。他的样子是一个人的头，下面还有一个蛇样的身子，这就和中国的伏羲女娲是一样的。阿兹特克人记载 Quetzalcoatl 他是风，他是雨神，水之主。风起了，尘土轰隆作响，裂开了，发出巨大的喧嚣，天色变得黑暗，风向四面八方吹来，轰隆隆地响起。然后有人说，神很愤怒。羽蛇神每次来地球都好像坐着宇宙飞船，发出巨大的风和噪音。在祖鲁大师穆特瓦的解释中，Cheetah Wooly的样子就是一只头上长着角的这种蜥蜴人，皮肤上还有鳞片。他们喜欢住在地下的洞穴中。在这些蜥蜴人中，有一种叫做 Normal 的蜥蜴人，他们长得非常奇怪。One race of the Cheetah Wooly, the ones that are called Normal or Normal by the Dogoni people, are depicted as having beard-like growths of the same type that look like the beards of Egyptian pharaohs. They are shown having...It is said that when a Cheetah Wooly gets very old, afte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he or she develops a bone-like growth under the chin, which twists. Now, Egyptian pharaohs used to wear beards like that, and some African kings wore beards like that, real beards
or even false beards made out of ivory or out of the tusk of a warthog. And there was a time definitely in history when African kings as well as Egyptian pharaohs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imitat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itauri. 听到没有？全世界都是有联系的。上集我给大家讲到，阿努纳奇神也是头上有角，下巴有长长的胡子，而他们旁边的人类头发和胡子全部都要剃光。第一个有详细记载的神的仆人是公元前2060年的苏美尔黑头人古迪亚，他被称为神恩利尔伟大的战士。有一天，他在梦中看到神做的圆柱形的柱子从天上飞过来，来到他面前，说：“你必须按照神的命令建造一个金字塔。”于是神就给了他度量衡和工具，他操纵石头就建造了一个一层一层叠起来的苏美尔金字塔。后来到了古埃及，法老和王后进入神庙都要剃光头发。为什么神要求人类把毛发都剔除？推测这些阿努纳奇、埃及神或者是族本人说的契塔乌里，都是一种长得类似蛇一样不长毛发的蜥蜴类生物。他们对于人类这种哺乳动物会掉发、流汗等等都非常厌恶。在以诺书中就记载，诺亚的爷爷以诺升天之后，他在天堂中获得了永生的生命，人类的肉体一下咔一下毁灭了，以诺的大脑思想一下就被传到了另外一个形态里，变成了一个天使，被称作梅塔特隆，意思是神的仆人。有一天，梅塔特隆就天上一下咔下来，找到了摩西，他就把旧约圣经创世纪之类的事情告诉了他，摩西就咔咔就写下来，就写成了摩西五书。这个事情被其他的天使知道了，就开始斥责梅塔特隆。以诺书中就写道：当我向摩西揭示这些秘密时，天上的万军都向我发怒，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秘密解释给这个人类？女人所生的人类瑕疵不洁净，被血与污秽所流出所玷污，流出腐臭旱地的人类。从这里看，天使们都非常讨厌人类身上这种哺乳动物的特性，所以根据法老头饰上的鸟和蛇的标志，就可以推论，古埃及人崇拜的神是既有蛇的特点，也有鸟的特点。他们就和阿兹特克人记载的羽蛇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女娲一族。这个不是猜测，大家看一下古埃及圣书体，里面经常会描述出一个长着腿的蛇。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中收藏了一块石板，上面刻了一个长着法老胡须的蛇，后面还有一个鸟，再加上佛教轮宝的标志。这个符号我们在上集讲过，这个轮宝的标志就是古苏美尔阿努纳奇的尼比鲁。旁边的这条蛇头上还戴着一个牛角，再加上太阳，这个神叫做伊西斯。在古埃及神话中，伊西斯在尼罗河三角洲生出了类似人类的神，叫做荷鲁斯。大家看一下公元前7世纪的伊西斯雕塑，他手里抱着一个人类。这种形象在后来也影响到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雕像。后来到了古希腊，大家看，伏羲女娲创造了第一个人类，古埃及的荷鲁斯。所以到这里的结论就是，阿兹特克的神、古埃及的神、女娲和圣经记载的天使，他们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也许他们就是来自天堂的天使，或者他们都是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中诱惑夏娃的古蛇。大家觉得是不是不可思议？团长还有更炸裂的证据。大家看伏羲女娲图，这些图是新疆阿斯塔木中出土的唐朝时期的绘画，这里面都描绘了从天空中出现的尼比鲁星，然后伏羲女娲手里分别拿着奇怪的东西。这些是什么？有人解释这些是龟和居，是用来测量天地的，天圆地方之类的。我就问你，你得出这个结论是有出处还是异想天开？这根本不是丈量天地，因为他们手里拿的根本不是龟居，而是武器。女娲手里拿的东西，大家看略微分开，这个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圣物，奥斯曼帝国的象征，先知穆罕默德的至宝之一，叫做 Zulfikar 佐勒菲卡尔之剑。这是穆罕默德的神秘佩剑之一，后来他把它传给了他的堂兄和女婿阿里塔里布。阿里就拿着这把剑替穆罕默德征战，百战百胜，最后成为第3任哈里发。
伊斯兰世界流传的一句名言，叫做“除了佐勒菲卡尔没有剑，除了阿里没有英雄”。佐勒菲卡尔这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天使加百利从天堂拿下来给先知穆罕默德的，让他百战百胜。所以伏羲女娲一族和天使有关。伏羲女娲他俩竖立着，纠缠在一起，他们手里拿着天堂的武器，这是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发生战争。打完了女娲还要补天。古人描述女娲族发生战争，就把他们画成竖着的交缠在一起。这不是 DNA， 这其实是蛇打架的样子。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罕见的视频。A group of teachers hiking through Blue Hills Reservation shocked after spotting a snake. 2 rattlesnakes intertwi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walking path. But they weren't dancing. According to Mass Wildlife, this is a video of 2 male timber rattlesnakes fighting, a rare moment almost never captured on video. 是不是？蛇打架都是竖着纠缠在一起的。后来有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阿里成为哈里发之后，把天使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后人，他的后人就成立了一个另类的伊斯兰派，叫做阿拉维派。祭祀阶层被称作知密者，他们相信真主所在的世界被称为大光明世界，人类的灵魂是从天堂的堕落者经过7个周期进入到地球，在地球中被囚禁，成为人类。灵魂要返回天国，必须重新认识神，再经过7个周期才能返回大光明世界。他们还相信灵魂转世，如果意识达不到，人的灵魂就只能在地球上不断轮回。阿拉维派简直就是伊斯兰教的佛学大师。佐勒菲卡尔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猎户座腰带的名字。等等，难道女娲一族来自猎户座？他们见到金字塔的作用，难道就是帮助他们进入下一个轮回，获得永生？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女娲和伏羲要发生战争？这个并不清楚，但是很多神话都写了天堂之战或者是诸神的黄昏。但是我认为祖鲁大师穆特瓦解释的最为接近，因为他连女娲的名字都说对了一大半。 There is a particular Chitauri who is called Wowane by our people. Wowane was one of the few good Chitauri, because there are also some good people amongst them. And Wowane had a brother called Mpangu.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great stories, there erupted a terrible war on the red world where human beings had originally been created. And this war was between men and women. Yes, sir. And in this world, men and women nearly decimated each other. But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Earth Mother, who sent a great Nkanyamba, that is, a great dragon, to come out of the sky, to take them into its stomach, and to bring them down to, not to our earth, to a beautiful watery world near the star of the red dog, Injebomvu, which the white people call Sir, the star of anger. There, 穆特瓦说的男人和女人之战，并不是人类的男人和女人，而是女娲族的男性和女性。这种外星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类不一样，男性和女性可能有分别独立的政权，他们可以自己拿出自己的生殖细胞，然后受精，产出卵，然后放在金字塔里或者其他的地方。等孩子出生后，就各自取回自己性别的孩子进行抚养。穆特瓦所说的天狼星，也就是猎户座腰带佐勒菲卡尔下面的这颗星星。所以女娲族的星系应该在天狼星和佐尔菲卡尔之间的某个地方。女娲族在中美洲留下了很多线索。根据玛雅古书《七拉姆巴拉姆先知集》中记载，在现在位于玻利维亚印加人中有一支神秘的人种，叫做 Shani， 意思是蛇的人民。他们的领袖叫做 Itzamna。书中记载，他们是从东方大海来的。东方大海的方向，越过大西洋就是古埃及。在墨西哥有一个玛雅圣城叫做 Izamo， 意思是蜥蜴的宫殿。这里供奉着一种有腿的蛇，就叫做 Itzamna。在圣城 Izamna 旁边有一座叫做库库坎的金字塔，它的设计非常精确，可以在地球进入春分和秋分的时候，金字塔台阶上会出现蛇的样子。
大家看，建造金字塔的工程师必须精通天文学才能建造出这种效果。这难道是出于新石器时代的玛雅人能够建造出来的吗？刚才说过，《先知集》中记载，沙内蛇的人民从东方大海古埃及的方向来到墨西哥湾。大家相不相信，在几千年前，玛雅人能够坐着高科技船经过地中海，往返于古埃及和中美洲之间？19世纪末，埃及从黄沙中挖掘出一个神秘的古庙，被称作 Medli Habu， 它被认为是拉美西斯3世的神庙。在神庙的北墙出土了一幅神秘的壁画雕刻，巨人法老拉美西斯2世拉满弓箭向大海中的人群进行射击。在海中，古埃及战士和一群来自海洋的人类进行战斗，古埃及士兵就戴着埃及头饰，其他的人梳着立起来的发型，他们明显不是埃及人的打扮。这些人，历史学家称他们为 The Sea People， 海洋人。但是现在在古埃及还有地中海各国的历史记载中，对这场战斗没有任何记载，也就是说，人类现在不知道这场战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不知道这些 Sea People 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任何记载。我要告诉大家，这些 Sea People 就是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祖先，8000年前的沙内人，蛇的人。不相信是吧？大家跟我来。中美洲有一个地方叫做 Tula， 这里在古代有一个广场，可以容纳10万人，里面有2座金字塔，其中高的一座就叫做羽蛇神金字塔，也叫做 The Morning Star 晨星金字塔。The Morning Star， 多么熟悉的名字！以赛亚书中记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然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竟然被砍倒在地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在詹姆士王本的圣经中念作 Oh Lucifer the Morning Star， 晨星路西法。墨西哥当地记载了一个图拉帝国沦陷的故事，就是羽蛇神被另外一个神 Tezcatlipoca 诱惑。Tezcatlipoca 的标志是一个美洲虎，猫科动物。他俩互相征战，谁都想成为地球的王。但是羽蛇神决策失误，落入美洲虎神的圈套，导致图拉帝国沦陷。羽蛇神于是被流放到中美洲的墨西哥湾。后来羽蛇神失去了希望，一下子飞到了天空中自焚，红化了，唰了一下就飞入到宇宙之中，成为 The Morning Star， 回归他的星球了。在羽蛇神的金字塔顶部有4个玄武岩雕刻的巨大人类雕像，身高4米。大家看他们的发型，头上绑着发带，高高竖起，这不就是哈布神庙中壁画描述的进攻古埃及的 The Sea People 吗？他们的头饰都是一样的。现在在亚马逊雨林中的部落也保留这种头饰，他们其实都留有先祖留下的秘密。根据记载，这都是上个轮回在战争中撤退到雨林中躲起来的先祖移民。关于美洲虎和羽蛇神之战的秘密，古埃及其实已经记载了。美洲虎就是狮身人面像代表的神，为了争夺地球，他们最后把女娲族给打败了，地球也遭到重创。这件事非常隐晦地记载在古埃及的壁画之中。大家看这些画，古代人用拿着刀的猫斩首蛇来隐晦地告诉大家，上古世界曾经有一场世界之战。这是在吠陀经、佛经还有圣经中其实都有提到过，有空了就给大家讲。今天的故事只是一个开胃菜，因为在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宏大史诗，发生在亚马逊雨林里。把这个秘密从雨林中带出来的人都被雨林部落刺杀了，非常悬疑，是真的，以后给大家讲。还有最近我发现有很多小说家和做游戏的朋友非常关注我的频道，从团长这吸取上古世界的设定。团长希望各位大师帮我设定一个尼可拉斯杨教授的角色，穿着破烂的衣服困在失落的雨林之中。当女主角陷入危机的时候，尼可拉斯杨突然出现，英雄救美。所有的故事都是团长一个人亲自撰写，绝对原创，请大家多多订阅、点赞、转发，还可以点击超级留言请团长喝咖啡哦。我们下期再见。